之前呢，在视频当中跟大家讲过，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楼层非常重要。有几个楼层呢是黄金楼层，我们选了以后呢，住起来比较舒服，而且将来变现也比较容易。但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在我们选房子的过程当中，有几个楼层，即使售楼处或者说二手房的房东告诉你非常便宜，你也要谨慎的去对待，因为买完以后可能你会住很长时间，住起来不是很舒服，将来变现有可能很困难。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不好的第一个楼层呢，就是1楼和2楼，但这种事情呢都是相对的，不是说我们以后碰到了1楼或者是2楼我们就一直不买，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所有的问题都是相对的。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要根据具体的小区、具体的位置，还有呢这个楼间距等等一切来决定的。只不过呢，从大方向我们在选的时候，对于这个1楼和2楼我们要谨慎。为什么呢？1楼可能存在的缺点，就首先你要想到一点，那就是呢下水道拥堵、下水道反味以及呢采光不好。那前几天呢，我在视频当中跟大家讲过，我的那个朋友呢就是一个1楼，由于呢这个小区建成的年限比较早，是一套二手房，所以呢导致到这个1楼的卫生间、马桶拥堵家里面根本就没法住人的。我们在考虑这个方面问题的时候呢，就要考虑房子的年限问题。考虑年限问题以后呢，还得问一问这个房东或者是销售人员，到底是不是单独的管道，或者说是不是同存排水。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最大可能的去避免下水道反味和拥堵的问题。那还有的1楼呢，是这个隐私得不到保障。在北方来讲呢，1楼呢不能算真正的1楼，因为呢它下面都有储藏室。那1楼呢离地可能还有呢1米多到2米高左右。但是呢在南方很多地方1楼就是平地的，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潮湿以及被盗的风险，再加上隐私得不到保障，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2楼为什么不要买呢？这里讲的2楼不能买，主要针对的就是呢靠道边的房子。一般呢现在开发商为了利益最大化，会把道边的这个1楼做成门市房对外出售，2楼作为1楼往外出售。那么我们可想一下，当我们的楼下是这些门市房的时候，那么做生意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除非呢这个社区有相关的硬性要求。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会有餐饮或者说噪音比较大的行业比如说五金装修等等。那么遇到这种问题，你买了道边的房子，当时呢你可能会觉得很便宜，但是住起来你才发现，一是路边的灰尘很多，二是每天都有噪音和异味，让你整天不敢开窗户住不了多久，你心里就非常的烦。但如果呢你往外出售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种房子缺点大于优点所以呢很难卖。1楼2楼还有个通病呢，就是采光非常的不好。多层的呢还好说一点，容积率呢稍微小一些，但如果这一个小区都是32层的高层，那你就需要注意了。那么1楼2楼几乎呢是没有什么采光的。第二个楼层我们需要注意的呢就是顶楼，这个呢我们要分开来讲。那多层的顶楼呢实际上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因为多层呢是以7层为主，是基本上没有电梯的。即使呢现在老旧小区改造开始加装电梯，但也只是呢部分单元加装电梯，大部分的还是没有电梯。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老人是不友好的。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顶楼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比如说有的顶楼是带阁楼或者是顶楼复式，那有些人呢就喜欢买一套房子当2套房子用，或者说呢希望自己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把生活和工作呢分开，所以呢就去买顶楼的。但是呢这一部分的群体呢受众面是非常小的，大部分人呢考虑的就是实用问题，顶楼呢上不去。而且呢虽然说顶楼我们在买的时候比较便宜，但是你出手的时候会更便宜。尤其是我们讲的老房子，本身呢老房子顶楼就比较闷热夏天非常热，冬天非常冷，即使在寒冷的
北方啊，有暖气，可能呢这个温度也要比别人家低好几度。再一个呢，就是顶楼非常容易发生这个漏水渗水的现象。没住多长时间，发现呢这个墙角长霉了，又发现呢这个顶棚开始漏了，那么就需要呢增加你的持房成本，我们需要不断的找人去维修。老房子可是没有维修基金的，但是呢这里也不是绝对的，不能说呢顶楼就不能买，因为很多人呢预算有限，想有房子，那退而求其次呢去买这个顶楼的房子。那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那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时间节点啊，顶楼的采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主要呢看它漏不漏水，那就下雨天去看，下雨的时候呢才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出现漏水的现象，或者说以前有没有渗水的迹象，这样呢能够判断你能不能够买这个顶楼的房子。第三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楼层呢，就是腰线层。腰线层呢，老房子是很少见的，因为很多老房子以前是多层的。那么现在流行的小高层和电梯32层的这种高层，基本上都会有腰线层。很多人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腰线层，也不知道腰线层在几楼。其实呢，这个很好判断。腰线层呢，就是开发商为了使这个楼美观，所以呢在外面的一圈装饰物。这个楼层呢是不固定的，有的在3楼，有的在7楼，有的在11楼，有的在15楼，这个呢都不一定。但是呢，有了腰线层这样的房子，我们要谨慎的去选择。售楼处告诉你，有的时候呢有特价房或者说做活动促销的房子比较便宜，有可能呢就是这一类腰线层的房子。腰线层呢它有优点有缺点，但总归呢是这个缺点大于优点的。它有什么缺点呢？第一呢就是它的窗户要比正常的楼层矮15公分左右，那么这个呢就影响家里面的采光。第二个呢可能会积水，有的时候呢开发商去做这个腰线层，有可能呢会把它做成排水的一个通道，如果这个坡度做不好的话，那么就容易呢积水，进而呢渗透我们的墙体进入到屋内，导致到屋内呢比较潮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可能有杂物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呢有高空抛物，包括呢在腰线层上掉落的这些杂物呢是很不容易清洗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旦下雨了，有灰尘有杂物，再加上有排水，这个气味呢是非常非常难闻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有被盗的风险，有的开发商呢在3楼就开始做这个腰线层，这个时候呢就增加了我们家里被盗的风险。总之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3个楼层，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一定呢要多留一个心眼，不能说它便宜就马上动心，不要呢冲动，最好呢经过权衡利弊，看一看是否合适自己再去下手。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